Hello， 大家好，时隔2年，华为 Mate 50系列呢正式回归发布，相信各位小伙伴也都比较关注这款产品。很快，我们这边的体验点已经有样机了，那么今天我们就去线下体验点做个简单试手，看看 Mate 50系列到底怎么样。OK， 那么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就是华为 Mate 50以及 Mate 50 Pro 了。目前定廉呢总共到了黑色玻璃、紫色玻璃、黑色素皮、橙色素皮这4种配色。大家觉得今年这个后盖 ID 满分10分的话，你能打几分呢？可以走一波弹幕。首先从整个后盖颜值上来说，大米觉得 Mate 50系列这个后盖设计确实不如上一代新款来的好看。Mate 40 Pro 虽然说是2020年发布的产品，但是2年时间过去了，从美观度兼具辨识度的角度来说，依然是 YYDS 就连华为自己呢都超越不了。Mate 40系列的老用户又可以在弹幕里面喊出一句赢麻了。Mate 50系列的后盖整体上其实更接近于 Mate 30系列，也就是说奥利奥相机模组。但是区别在于 Mate 30系列整个相机模组呢是黑色一体的，然后周围呢加上了一圈环形镀膜。而 Mate 50系列亮色版本，比如说紫色、橙色、素皮，都是4个黑圈挤在里面确实不太好看。所以这次整个 Mate 50系列毫无疑问是黑色版本最佳，相机模组和镜圈颜色的接近，更加一体。配合周围一圈金色纹理点缀，整机高级感呢还是不错的。其他几个亮色版本，大米个人觉得不如 Mate 40系列，也不如 Mate 30系列。这点呢，大家也可以去线下体验店自己感受一下。相机方面 ，Mate 50系列的一个主要亮点呢，就是主摄拥有 f1.4 到 f4.0 的可变光圈。这点大家早年在三星 S9 系列上呢应该也看到过，不过当时呢是 f1.5 和 f2.4 2档可变，传感器的底呢也比现在小许多。Mate 50的主摄呢是 f1.4 到 f4.0 之间有10档可变，主摄部分细看呢是有多个光圈叶片的。我们也在体验店简单拍摄了几组不同光圈设置下的样张，实际虚化效果差异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。另外，这一次 Mate 50系列的主摄和长焦传感器呢又全部重新回到了 RYB 排列 ，P50 Pro 上的黑白镜头呢也给去掉了。目前样机的成像效果来看，同样是放大到10倍，长焦的画质细节是不如 P50 Pro 的。不过样机呢并不是最终零售版固件，后面呢应该还会有更新优化。实际拍照效果，我们后续买到机子之后呢再详细测试。Mate 50RS 保时捷设计上的一个亮点呢是潜望式长焦支持微距模式拍摄。一般来说，普通长焦镜头通常需要保持较远的对焦距离，而 Mate 50RS 最近对焦距离呢确实很牛逼基本上是可以当成一个显微镜来使用了。因为传感器比一般凑数微距镜头呢大很多，实际微距拍摄的画质呢也会好很多。这一次标准版正面用的是中置单摄挖孔直屏 ，Pro 呢则是从 Mate 40 Pro 的药丸挖孔回归到了刘海屏，并且去掉了瀑布屏设计，变成了大曲面。对比来看 ，Mate 50 Pro 的刘海呢要比 Mate 30 Pro 更宽一些，所以左右两侧显示图标空间呢也相对更少了。比如说系统设置中，电量百分比呢只能显示在电池内部，需要下拉之后才能显示在电池外部。目前体验店样机上 ，Mate 50 Pro 刘海部分的功能，相比前2代 Mate 呢取消了隔空手势，注视不息屏呢依然保留，质感支付则是变成了质感扫码。屏幕显示精细度，目测来看基本没啥毛病，分辨率都是1200P 级别屏幕排列呢也都是类钻盘。我这一次标准版用的是90赫兹刷新率，而 Pro 版呢则是120赫兹，应该还是为了做定位区分毕竟现在很多入门机型也都是120赫兹 OLED 的屏幕，技术上完全不是啥问题。核心 SoC 方面，最终发布之后算是小惊喜毕竟之前预热的时候，网上有传闻是三星4纳米版本的8+1，还有传闻说这个标准版用的是骁龙888。但实际上，无论是标准版还是 Pro 版，或者说 RS 保时捷版本，全部都是台积电4纳米版本的骁龙8+。虽然说还是只能用4G但是大米个人的观点很明确，用骁龙8+4G的体验肯定是要好于骁龙8进 5G 的，因为台积电4纳米版的骁龙8+在手机的核心体验这一块有保障。而如果是火龙8+1的话，那么续航、发热、游戏流畅度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拉垮，有5G也不会有好体验。不过内存容量上，这次标准版和 Pro 版全系所有容量版本都只有8GB只有 Mate 50RS 保时捷设计版本才有12GB。虽然说鸿蒙 OS 对于内存优化效果呢不错，但毕竟安卓端的 App 这2年越来越臃肿了，而且手机价格都到6、7千了，256GB、512GB 这些高容量版本还是只给8GB确实呢有点说不过去。USB 接口方面，华为倒是一如既往的 OK，Mate 50和 Mate 50 Pro 全部都给到了 USB 3.1，文件传输啥的会比较方便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Mate 50和 Mate 50 Pro 的体验点简单上述了。其实今年标准版给到的配置规格呢还算挺全的，除了90赫兹刷新率强行拉定位差异，相机、处理器、充电等其他方面和 Pro 呢其实差不多比如说主摄也有可变光圈，还给到了5倍长焦，也支持 IP68。缺点方面，除了因为制裁原因不能使用4G主要是这2款机子用的都是短焦指纹。50和50 Pro 全系呢都是8GB 内存。当然，因为时间有限线下上手能点的点呢，其实也就这些，很多功能没有办法在样机上测试。比如说这次手机连接卫星短报文功能，
关于 Mate 50系列的性能、续航、相机、拍照以及鸿蒙 OS 3.0的体验，我们会在买到机子的时候呢，再和大家好好分享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，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